各位，把手上的工作都停一下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镶嵌组新来的首席设计师高慧小姐，大家欢迎。从今以后呢，高慧小姐专门负责瑞华和瓷炼的合作品牌慧心，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愉快的合作，共同提升瑞华镶嵌类珠宝的市场影响力。慧慧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慧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会将瓷炼的创新设计理念引进到瑞华，让瑞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希望大家跟紧我的步伐，只有最优秀的设计人才才能留在我的团队里面。我一直鼓励设计师要有狼性，对设计要有最基本的敬畏心。如果有谁被我发现消极怠工的，对不起，我会请你离开。高小姐，您好，我非常尊敬您的母亲吴小慈吴女士，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聆听吴女士的教诲。这位是我们镶嵌组的设计总监叶强生。你好，高小姐，您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您直接找我就行。我在公司工作了快10年，对这里什么都很熟悉，也很方便。谢谢。不过优秀的团队不是靠人情聚拢的，专业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高小姐刚来，对这儿还不太熟悉，麻烦叶总监带她先去认识一下其他的设计师们。我不需要认识设计师，我只需要认识他们的作品就行了。这些都是咱们的设计作品。这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元素，太老套了。这是非主流吗？瑞华在业界是数1数2的大珠宝公司，不能有这么不高端的设计。这是你的设计吗？这是咱们的设计师苏晴。苏小姐，跟我说说你的设计理念吧。小晴，可以跟高小姐介绍一下。这对耳坠的设计理念呢，源自于北欧植物，暗绿色的宝石和碎钻相结合，显得雍容典雅。抄袭都不抄全套的吗？什么北欧植物？这款耳坠明明是 Petrolati 珠宝的艺术品系列 Storm on the Coast of Valley， 灵感来源于莫奈的不眠油画，在百利岛的海岸风暴。我说的对吗？这可能是巧合。还敢抵赖？高慧小姐，在业内，咱们新人向大师的作品致敬是常有的事情。叶总监，请不要把致敬和抄袭混为一谈。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无耻的抄袭。我的团队也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。设计初期是容易犯类似于抄袭大师作品的错误。小苏，下不为例啊！没有下次了。我们的设计一直被国际上诟病，说我们有抄袭的习惯。我们不能就习以为常，不以为耻。原则性问题必须重罚。我们公司也不能存在抄袭的设计师。苏晴，另谋高就。玉芝，刚才谢谢你的理解，看来我们的做事理念很一致啊。不胜荣幸啊。你们刚才倒是挺默契的，一唱一和的。只是一上来就开我的人，是不是太狠了点啊？不会啊。要想把我们的品牌走向世界，走进主流珠宝圈子，就必须要改掉抄袭的毛病。是啊，抄袭说好听了叫借鉴和致敬。正是因为这种投机取巧，让很多人他出了1分力就得到了10分名，所以很多人他受不了这个诱惑，这已经成了业内的一种通病，难改。
所以一定要有不破不立的决心啊，学长，这一点上你可不如于之看得远。我哥主要负责财务嘛，但是这个不破不立说得好，既然旧人已经开除了，我们就要招聘新人，招聘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吧。毕竟团队也是你带嘛。义不容辞，不过还要你把关。以后设计团队方面，我想多做跟国际接轨的创新尝试，都需要你们帮忙。哎，你们聊得挺好，要不我们下班后继续吧？我知道在滨江新开了一家餐厅。晚上回家吃饭吗？你们可以聊聊对以后团队的畅想吗？当然要回家了。我一会儿还约了工匠，可能去不了了。你们就聊吧，我走了。约了工匠？可能是我们制作团队上的一些老师傅们吧。放心，别看了，没有任何的吸引力。下班了还不走，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于直不但挂我电话，还关机。我看他不是约了人聊手艺，诚心要躲我吧他。慧慧，你的心思呢，我是知道的。作为学长，我很乐意看到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。真的？但是呢，光靠我一个人的压力是肯定不行的。过于高傲的大小姐脾气，只会把她越推越远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